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小苏打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超市很容易就买得到，也很便宜。那么一大盒才1块多钱。那小苏打在生活中有什么用途呢？今天我就总结15个用法，包括在菜园中的使用。视频的最后，我会提醒大家2个在菜园中千万不要用小苏打做的事情。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先从最简单的说起。第一，用小苏打洗手。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 （sodium bicarbonate）， 呈弱碱性。我用试纸测试了一下 ，pH 为8到9，说明碱性不是很强。我又测试了咱们经常用的洗碗剂，大概为8左右，也是弱碱性。每天在菜地干活，手最容易脏，而且用水洗一洗洗不干净，可以用一点点的小苏打倒在手上揉搓，这样指甲里的污垢就很容易被洗掉。特别是如果烧饭做了鱼，手上会一直有腥味儿，也是用一点点的小苏打在手上揉搓，可以起到除异味的作用。第二，用小苏打洗菜洗水果。我们买的小苏打盒子上实际上就提示了3种小苏打的应用：洗菜、做甜点面食或者冰箱除异味。用小苏打洗水果洗菜可以去除表层的农药残留和虫卵。洗水果很简单，只需要用到一点点的小苏打，用手搓一下再冲洗干净即可。那洗菜呢？对于那些最有可能有农药残留的蔬菜，都是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较容易招虫子的菜，比如西兰花、卷心菜。可以适当用一盆清水，加一点点的小苏打浸泡5分钟，再彻底冲洗干净，这样吃就更放心了。第三，冰箱除异味。冰箱里各种食物、饭菜每天都在狭小的封闭空间，味道一定不好闻。如果暂时没有时间清理的话，可以用一个不用的杯子或者小碗，加入2勺的小苏打粉末，放在冰箱里面的角落，至少每个月换一次，这样冰箱就没有异味了。第四，去除脚臭。很多男士都有汗脚，脱下鞋臭味就会飘满屋，不妨用一块布包住一些小苏打，塞到鞋里，第2天再拿出来穿的时候就会清爽很多了，家人就不会有意见了。小苏打不但可以除臭，还可以抑制鞋里真菌的生长，一举两得。第5，用小苏打去除油污。油污主要在厨房里，比如炉灶周围、微波炉、水池、烤箱等等。如果不想用超市卖的其他化学除油污试剂，不妨试一试安全的小苏打。只需要1块这样一面稍微粗糙一点的海绵，稍微吸一些水，再蘸一点小苏打，擦拭油污表面，就很容易清理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最好每隔几天就要这样做，不要让油污积累的时间太长。如果感觉很难擦干净，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白醋，这样也能去除顽固的油污。另外，如果不想用洗碗剂洗碗的话，用小苏打来洗碗也是可以的，安全又有效。第6，通下水道。利用小苏打的去油污作用。如果厨房的下水道堵了，多半是由于我们烧菜的用油过多造成的。可以这样做：先倒一些小苏打在入口处，再倒入白醋，可以听到清脆的反应声音，那是生成的二氧化碳。但是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堵塞不严重的情况。第7，用小苏打除杂草和青苔。对于菜地里的杂草和青苔，我们可以选择勤快一点，手动拔除或者去除比较好。对于车道或者水泥缝里的杂草和青苔，就可以下手狠一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将纯小苏打直接倒在上面，再用水喷湿，第2天杂草就变枯黄了。但这种天然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对于青苔很有效，但对于根系比较深的杂草，比如蒲公英，
和具有匍匐根系的杂草，可能要反复的尝试，或者尝试手动彻底挖出根系，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第8，用小苏打清洁垃圾桶。这么大这么深的垃圾桶，到了夏天就会散发出臭味，又不方便清洗，不妨倒些小苏打粉末平铺在底部，不但可以杀菌防虫，还可以除臭味，防止苍蝇蚊子的聚集，简直太方便了。第9，用小苏打测试土壤的 pH 值。在种菜种花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一下自己土壤的酸碱性。如果土过酸或者过碱，我们好提前采取措施调节一下。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取一些打算种东西的土，加一些水，分别倒入白醋和小苏打混合均匀。如果加了小苏打有气泡产生，那土壤就呈酸性；如果加了白醋有气泡产生，土壤就呈碱性。这是网络比较流行的方法，但是重点在这里，这个方法不够准确。我试过我的土没有任何的气泡产生。传说中的温哥华的土不是酸的吗？仔细想想，如果真的加了小苏打就冒气泡，那土得多酸呢？那要加多少 lime， 用多长时间才能中和的完？也许我这里的土是微酸性的，那就需要用更精确的测试方法，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还差不多。所以这个用小苏打测试土壤酸碱性的方法，看看就完了。除非您家的土是特别酸或特别碱，那暂时就别种东西了，估计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良了。第10，用小苏打清洗园艺工具。小苏打是名副其实的清洁小能手，由于具有弱碱性，在1升水里加入1勺的小苏打，用混合好的溶液浸泡擦拭园艺工具上的顽固污渍，再用清水冲洗干净，这样就好了。但别忘了还需要用清水冲洗干净。第11，用小苏打清洗院落中的旧花盆和家具、椅子、桌子等等。现在正值冬末初春，经过了1个冬天的恶劣天气，很多花盆和椅子都已经非常的脏了，有各种霉菌污垢。用稀释的小苏打溶液擦洗，可以让花盆、桶、桌椅焕然一新。第12，用小苏打防治真菌病，包括白粉病、黑斑病这些常见病害，可以尝试用这个温和的配方。1升的牛奶桶里加入1汤勺 tablespoon 的小苏打，1汤勺 tablespoon 的食用油，以及2滴的洗碗剂。注意这里只有2滴的洗碗剂，因为洗碗剂本身也是弱碱性， pH 值为8左右，和小苏打的碱性差不多，不宜多加。这个配方亲测有效，但是不宜过多使用，最多每周1次。第13，用小苏打制作杀虫剂。对于弱小的虫害，比如蚜虫、介壳虫、白粉虱，也可以尝试用刚才的配方，但是请注意不宜重复过多的使用小苏打配方，不然会对土壤造成盐碱化，反而会有危害。如果病虫害过于严重，任何小苏打配方都会没有用。这种小苏打配方只用于预防和轻微的病虫害问题。家庭有机种植与农业生产不同，我们小范围好管理，勤快一点，平时多逛一逛菜园、花园，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第14，小苏打让室内植物的叶子更加的光鲜亮丽。用水稀释1000倍的小苏打溶液，轻轻地擦拭室内观赏绿色植物的叶片表面，可以去除灰尘和油渍，让植物叶片气孔更加的通透，光合作用更加的充分，叶子就更漂亮、更有光泽、更健康。第15，鲜花保鲜。在花瓶里加一点点的小苏打，可以除菌消毒，让根部更健康，鲜花也就会开得更久。
除了以上15个小苏打的使用方法之外，在这里有2个关于小苏打的传说，千万不要尝试。第一，就是为了除异味，将小苏打倒在堆肥箱中。堆肥箱的异味主要是由于不合适的动态碳氮比造成的，在我之前的视频中也特别介绍过。如果堆肥发臭，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干性材料，比如干树叶、碎纸壳等等，千万不要加入碱性的小苏打，不然整个堆肥的自然平衡就被打破了。第2个千万不要做的就是将小苏打或者小苏打和面粉的混合物直接撒在叶子上或者土的表面。蔬菜柔嫩的叶片经受不住碱性的考验，而且小苏打是碳酸氢钠，钠离子在土壤里聚集，会使得土壤盐碱化，使得蔬菜的根系脱水而亡。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对种花种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咱们下期再见。